我还是先讲普京哈，普京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独裁者了。那么我想一个里面很关心的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经过民主化以后，好像大家并没有太多的担心说台湾会出独裁者，但是为什么俄国民主化以后反而出现了独裁者，甚至出现去民主化现象，就是 de-democratization。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是有一些专门研究，但是我不想就普京谈普京，因为很多人以为说俄罗斯的今天就是普京一个人的错。这里我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共产党国家如果制度转型的话，其实是有3条路，不是只有1条路的。这是我10年前研究的一些结果。然后呢，用这种角度去观察的话，就比较容易解释说为什么俄国今天会走上独裁道路，它有必然性的。因为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共产党国家开始改革到今天为止，除了北朝鲜逆向转变成为金家王朝以外，其他的红色政权或者早已完成转型，或者是转型在路上。那么社会主义阵营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共产党国家那种斯大林模式呢，已经完全分崩离析。但是各个共产党国家转型的过程啊，并不是走向同一个方向的。那么这可惜的是啊，在国际学术界能够全面分析原共产党国家各转型的道路的学者本来就寥寥无几，那么能分辨清楚当中的差异，又能找出规律来的，更是屈指可数。那么我自己个人过去30年来一直在研究这个共产党国家的转型。1990年春天，我是到普林斯顿大学来做访问学者，然后进入这个学校念博士，目的就是要做中苏两国的比较研究。那么多年来，我也发表了不少文章，积累不少体会。我的看法是说，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基本上有3种推动转型的社会力量，就是异议知识分子，这个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的原共产党干部，还有就是仍然掌控着权力的共产党精英。那么这3种推动力量，哪一种为转型当中其中主要的作用，就决定了一个国家转型的模式。于是这样结果就出来3种模式，3种转型模式，就是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那么下面我稍微要介绍一点关于共产党政权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哈，因为我想在台湾的大学里不一定会教这个东西。那么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呢，多半是在苏联指导下建立的，也都是以苏联的斯大林式的这个制度框架为样本的。那么所以他们是同根同源。那么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呢，有2个苏联模式相关的关键词，一个是极权主义国家，就是 totalitarian state， 还有一个是描述国家经济制度的，叫做 state socialism。那么这个极权主义国家指的是国家拥有压制社会的全部权利，并且呢试图尽一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动空间的这么一种政治制度。那么在这种政治制度下呢，领导人会采用严厉的全方位控制，来剥夺国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全社会，不允许国民有任何违反领导人意图的思想或者活动。那么所谓全方位控制，指的是国家机器用一切制度化手段，对民众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思想和价值观念，还有日常生活、社会活动等等，实施无所不在的全面的持久性控制。所以民众不但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举自由，没有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业自由等等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甚至也没有思想自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也要由政府来规定。所以它是用日常化的监控和惩处来制造恐惧，迫使民众因为害怕而无条件服从。那么刚才提到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指的是共产党国家那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那么它这种经济制度包括集权制度、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闭关锁国、推行以军工为重心的工业化等等。那么一般人比较会少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之外，共产党国家还有一整套思想控制制度。目标呢，就是要建立政府所宣扬的道德和价值观，通过教育系统和媒体对民众洗脑，
同时呢，封杀打击任何异端思想和言论。那么，之所以把这套思想控制制度和政治制度区别开来，原因就在于说，思想控制制度它有产品的，它的产品就是它会重新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从而在极大程度上去改变社会行为。那么，一旦这个民众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被共产党改造过了，那么在转型过程当中，你在共产党制度下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就会通过民意还有选票来影响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走向。因为任何正常社会啊，它的正常运转都是以人的道德标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前提的。那么道德讲的就是人类社会里约束行为的那种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那么人类呢，日常的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边界里头，还有很多事情是属于做了以后，虽然不违法，但是可能违反社会公德。所以道德的社会功能是约束人们的言行，以服从社会道德标准，然后也遏制人们对个人利益和欲望的一些盲目追求。那么同样，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不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事物，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所决定、所影响的。那么本来在红色政权、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前，这些共产党国家原本民间是有它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就像中国大陆原来它道德观、价值观和台湾是一样的。但是红色政权建立之后，就通过洗脑还有相应的奖惩机制，它就改造了社会上原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讲，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是要树立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时摧毁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道德和价值观念。那么现在共产党正在香港这么做。那么共产党政权会通过洗脑制度，不但是造成全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价值观扭曲，还会培养出反常的社会行为。那么事实上呢，老百姓不会完全接受洗脑制度的宣传，但是在政治高压下又必须做出一副顺从的姿态。因此呢，在共产党国家，两面人行为成为常态，就是所谓的这个私下场合说真话，公开场合说假话。那么在共产党国家是普遍状况。那么共产党通过政治高压和强行洗脑，加上种种的政治经济处罚，就使得民众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很多人就渐渐把共产党的宣传融化成内在的自己信奉的道德和价值观了。那么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里有一个相关的概念，叫做社会化。它指的是说，一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啊，他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形成是受家长、老师和朋友三方面影响的。那一旦青少年价值观形成以后，一生当中会比较少改变。那么在共产党国家，影响青少年成长的老师，他自己就是洗脑制度的执行者。那么家长为了保护子女呢，就不得不培养子女做两面派，让子女表面上必须接受洗脑制度的一切说教。那么一旦老百姓都按照共产党的道德价值观念思考行事呢，那么连诬陷、出卖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都被洗脑制度正当化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判断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会走向什么方向，或者会不会民主化，要分一件事，就是这个共产党政权是内生的，就是像俄国和中国这种红色政权是在国内革命和内战中生长壮大的，还是这个共产党政权是植入型的。这个所谓的植入型，就是说这种红色政权明显具有傀儡政府性质，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就是都是属于植入型的红色政权。那么只有在植入型的红色政权，当这些国家呢，会发生民众对共产党政权的大规模反抗。所以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1956和1970年的波兰都发生过民众的起义，有的地方甚至是武装起义。那么当地共产党政权是每次都是苏联红军的干预和协助下残酷镇压这些反抗。那么这种镇压呢，恰恰强化了当地红色政权的傀儡色彩。那么民众呢，对苏联代理人政权的不满，很容易就和民族自救、国家独立画上钩。所以对不满这个外来政权的这种当地民众来讲，苏联模式就是外来的压迫本国人民的殖民制度。那么要爱国就得反对苏联模式。那么这种社会认知
和中国民众还有俄罗斯民众对他本国共产党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要说起来呢，这个很多人都说共产党制度转型就是要告别极权主义国家和刚才讲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这个结束政治经济共产党的统治，要实现转型。但是呢，很少有人提一件事，就是除了政治转型、经济转型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社会转型。那么政治制转型呢，主要是这个结束极权主义国家用民主制度来代替；经济转型就是结束这个国家社会主义，要以自由经济来代替。那么社会转型是什么？就是抛弃洗脑制度，让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还有个人日常的行为转变。然后呢，尽量清除红色政权遗留在每个公民脑子里的遗毒，然后才能让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观、道德观念重新在人们脑子里建立起来。那么可以讲，共产党国家的完整的制度转型像一个三脚架，它是3个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的支点，就是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那么大家通常会以为说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就是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全部含义的，包括中大陆也是如此。其实，社会转型比政治经济转型更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会决定政治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质量，就社会转型会决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方向和质量。我刚才前面提到过，它通过选票来影响，还因为呢，社会转型是比政治经济转型更难的事情。那么因为政治转型、经济转型都是有样板的，你照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做就好了，设计起来也不费力。但是，这个你要做这个社会转型，那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化过程当中，原来的洗脑制度、共产党的洗脑制度是被抛弃了，但民主政府、新的政府也不能够实行反洗脑制度啊，那不和洗脑制度一样的吗？所以，一旦一个国家，共产党国家走上转型道路，它可不可以一帆风顺地完成转型？答案似乎好像是否定的。什么意思？就是说，社会转型本来没有制度设计，也没有操作途径，只能靠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而且是一个人的自觉行为，所以而且几乎是一个不可以调控的过程，那么结果也是难以预期的。而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成功，实际上成功与否实际上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社会转型成效。所以我按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这3个方面来分析，从逻辑上可以辨别出共产党国家制度转型的3种方向，或者说3种可能的走向。第一种是政治、经济、社会的3重转型。这一种完美的也比较完整的转型，只有中欧国家，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走过。那么原因是他们的转型是由异议知识分子主导的。那么第2种可能的转型走向，就是实行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但是社会转型迟缓。这就是俄国道路，和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普京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种国家的转型是谁主导的？是摇身一变成民主派的原共产党干部主导的，他就一定会走到普京这条路上来。那么第3种就是实行了经济转型，但是完全拒绝政治转型，就是中国。那么这种国家当然不会出现社会转型，因为掌控这个转型的就是共产党统治精英。所以回到这里就能解答俄国为什么会在选举制度下、民主选举下走上了政治寡头的独裁，根源就在于俄国根本就没有实行社会转型，旧的红色价值观还在社会当中根深蒂固。那么俄国的教训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说中国的未来。那么我在这么短时间里就暂时讲到这里。